嗨，大家好，我是朵娜，欢迎回来我们的频道。如果有人能够精准的预言未来，你会想要知道他是怎么办到的吗？在2024年，有一位神秘的江教授在网络上爆红，他只用短短1年的时间，就在冷门的地缘政治的领域吸引超过250万的粉丝订阅。那是因为他精准的去命中了川普会胜选总统，同时呢，他也预言了美国会对伊朗发动战争，甚至连全球最顶级的采访节目《The Diary of a CEO》都因为网友疯狂的敲碗，不得不请他出面来采访。在那一场将近2个半小时的采访里面，前面大部分的时间，他都用最严谨的态度去分析现在的地缘政治还有世界走向。直到采访的最后，主持人问了他一个问题 Professor, what'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we haven't talked about that we should have talked about? So let's talk about the nature of reality. To explain the nature of reality, 主持人问他说：“还有没有什么是重要的，但是我们今天还没有谈到的？”这一位毕业于顶尖耶鲁大学的教授，他给出了主持人一个很震惊的答案，因为他没有要继续谈政治这件事情，他现在要谈的是现实的本质。这集影片呢，我并不是要去列出江教授还有对国际上做出哪一些预言，实际上我是想要借由他的视角，更深入、更清晰的把这个世界的底层逻辑分享给大家。一开始，江教授用了柏拉图洞穴的预言来为这个习以为常的世界来进行定调，也就是在解释什么是现实的本质。请你想象一下，在一座巨大的黑暗的洞穴里面，有成千上万的人坐成一排，但是呢，他们是被锁着锁链的，所以他们是没有办法随意的离开这个洞穴。而且在他们的脖子上也有枷锁固定住，也就是他们根本没有办法去转动他们的脖子，他们的视线是已经被固定在某一个方向，因此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去盯着前方这一片巨大而且空荡荡的洞穴的墙壁。就在这个时候，在他们的背后有一团熊熊烈火正在燃烧，有一群不在他们视线范围里面的人正在拿着木偶在火光前面不停地晃动，而这木偶的影子呢，就投射在他们眼前的洞穴墙壁上。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看过外面的世界，所以他们就觉得墙壁上的影子就是唯一的现实。于是呢，他们就开始编织各种的故事来解释这些现实，包含了他们创造了语言为这些影子命名，同时呢，开始解释这些影子是从哪里来的，接着开始创造了宗教。自然就会有人开始分工，有人成为了去解释这些新宗教的祭司，还会有诗人去歌颂这些影子的美丽。那当然也会有老师去教育孩子们关于这些影子的知识。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洞穴里面的这一群人深深地爱上了这个皮影戏的现实，甚至对这些影子产生了依赖感还有成瘾感。江教授还比喻，在洞穴墙壁上上演的就是一部愚蠢的电视剧，一切都是虚假的。但是当人们越看越多的时候，就会希望那是真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如果有人回头发现这一切都是一场闹剧，而且试图的想要去叫醒旁边在看电视剧的人，你们猜会发生什么？没有错，那些沉溺在电视剧里面的人，他们可能不想清醒，反而会因为很愤怒，想要去杀了那个想要叫醒他的人。虽然这听起来很荒谬、很可笑，但这就是我们现在集体身处的物质世界。但也许你会想，创造这一些幻象的人，就是在背后去放火还有弄木偶的人，对吗？但是江教授要告诉我们的是，创造这个现实的人并不是掌权的人，也就是不是后面放火的人，也不是去操控木偶的人。真正创造现实的是来自于人类的想象力。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人们到目前为止所体验到的，不管是社会制度、价值观，或者是生活步调、生活方式，本质上呢，都是人类集体的想象力在被引导之后所创造出来的一个集体幻象。在采访里面，江教授利用了几块的积木去展示一个完全颠覆我们直觉的现实建构图。我们也许会很直观地认为，
法律还有道德是守护这个世界的基础，对吗？但是江教授说，现实的堆叠顺序其实是完全相反的。如果要将权力结构的诞生去套用到刚刚所说的洞穴预言里面的话，那么在第一层你就会非常需要一种力量，一种权力，让人们被束缚。这就是美国的军事工业复合体以及帝国，这就是象征着把人们束缚的锁链。到了第二步，你就会需要有人来创造这个现实，引导人们的注意力一起来创造这个游戏。那么这些人就是金融的精英，国际清算银行、联准会，他们设定货币的汇率，让金融交易变得无缝接轨。然后呢，华尔街还有伦敦金融城就是出资方，另外还有美联储，他们要来印钞票。一旦制定好了游戏规则，你还会需要创造这个游戏本身，对吗？这个游戏就是全球经济，所以现在就是要向人们解释全球经济究竟是怎么运作的。我们总不能跟人们说，其实有一群神秘的人投射影子到你们前面，一切都是虚假的，对吗？所以呢，同时必须要建立一个看似非常公平公正的多边组织，假装在控制全球经济，这是为了让人们相信这一切都是为了人们的利益而存在的。接着我们还得让人们相信这个体系是合法的，让他们感觉自己在墙上看到的影子是真实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媒体，会需要好莱坞这种文化产品，最重要的呢，就是需要学校的教育体系。在这边江教授有说，其实这一些教育别人的人本身也是囚犯，只不过呢，他们成为了囚犯们的领导者，他们是为了要帮助其他的囚犯来理解墙上的影子。而最终这些影子就被人们给内化了，墙壁上的影子决定了人们的价值观还有规范，也决定了人们认为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同时也决定了习惯风俗，还有你如何生活，也决定了法律体系，谁会因为什么而受到了法律的制裁，这就成了最顶端的结构。所以很神奇的，在我们的认知里面，我们相信的这个结构是完全相反的。我们会认为社会的基础是法律，生活习惯是价值观，但实际上这些都是我们想象出来的东西。在这里，江教授点出一个非常关键的危机。他说，因为这个结构是由阴影所堆叠出来的，所以它结构非常的不稳定。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去质疑这个墙上的影子是虚假的，不愿意再配合玩这个游戏的时候，那么这个金字塔顶端就会开始摇晃，面临崩塌的风险。这时候幕后的控制者为了不让大众去看清楚真相，就必须变得更加的专制，用更严厉的言论审查还有政治正确来迫使你继续相信这个影子是真实的。也许你会想问，难道没有其他的新势力能够去对抗这些传统的金融精英吗？江教授认为是有的，而且这就是正在物质界上演的对决戏码，也就是传统的银行家和矽谷科技巨头的抗衡。过去是华尔街在统治美国，但现在随着川普的革命推进，新崛起的一批科技巨头正在透过 AI 的计划，试图重新洗牌这个现况。你可能会误认为这一些科技巨头是为了来拯救我们的，对吗？但是事实上，他们正在利用 AI、大数据、数位 ID 还有可程式化的货币来去建造一个全新的数位权威环境。这已经不是单纯过去的商业竞争了。从巨观来看，这像是一种世界权力的斗争，但是从微观的角度来看，却隐藏着集体意识的操控。讲更白话一点的意思就是，这些新的科技势力正在试图运用精准的演算法还有 AI， 把这个洞穴的墙壁的影子变得更逼真，让囚犯更难发现自己身处于幻觉之中。当教授拆解到第4层，也就是媒体传播层的时候，这时候访谈出现了一个很精彩的火花。这时候主持人很紧张地问说，等一下，
那我也算是媒体吗？我也在控制之中吗？但是我没有被任何主流媒体或是财团收买啊。结果这时候江教授给出一个非常犀利而且直接的答案，他说只要你想赚钱，你就正在被货币创造者的私人银行家控制。在这里呢，是一个非常棒的有意识的反思示范。很多人呢会以为他们离开了公司，跳脱了体制，成了自由的工作者，就代表自己独立了。但是这个时候，江教授提醒我们，只要你的核心动机、你的运作逻辑依然是被三维物质世界的金钱匮乏感、生存恐惧感，或者是对名利的依赖所绑架，那么你玩的就依然是私有银行家所定规则的游戏。所以要有意识的清楚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拿谁的筹码。在采访当中，江教授预言了5到10年的时候，这个经济体制就会崩溃。那大多数人听到这个未知的时候，第一个大脑直觉的念头就是我钱要放在哪里比较安全？我要赶快买黄金吗？我要买加密货币吗？还是我要赶快囤积物资？所以呢，主持人呢其实也不例外的去问江教授一样的问题。这时候江教授就引用了哲学上的观点，他说物质世界的本质就是能量，就是振动，就是意识的投射。只有我们的意识是真实的，而我们身体只是为了用来体验周遭世界的载体，它并非是真实的。所以当我们死去之后，我们的灵魂会回到源头，然后我们又会再度回来，我们会永久的存在于此。这就是为了要去体验那一些在灵性或者我们称精神的世界里面没有办法去体验到的东西。因为在灵性还有精神的世界里面是没有物质的，所以在面对动荡的时候，我们不需要试图去阻止，当然我们也不需要汲汲营营的去思考钱要放在哪里可以赚得比较多。比较重要的是，我们要去体会到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源头的一部分，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碎片。如果我们选择做一个好人，那么这世界就会变得更好。所以专注让自己成为一个更好、更有创造力的人，并且把这个善意带给这个世界。历史上所有帝国崩溃的时候，基础建设一定也会垮台，所以呢，可能会面临到严重的，例如说断水、断电或者是黑夜。那在这个时候，不管是任何的金融工具，或者是你银行里面的数字，其实都变得毫无意义了。在历史上，帝国崩溃能够存活下来的唯一解方就是回归人心，还有建立社区的共同体。今天之所以想要跟大家分享江教授的这段采访内容，最主要的目的并不是要带给大家末日预言的恐惧，而是我想要带给大家一段非常重要的频率。在过去呢，很多人都会认为哲学啊、灵性啊、提到意识啊、频率啊，听起来就是很难懂、很遥远，或者是很像胡说八道、怪力乱神，或者是自命清高，甚至有些人可能会觉得那是一种很飘、很不切实际的安慰剂，或者是一个可以逃避现实的地方。但今天我想要透过江教授的分析，让大家看见最落地的连结。灵性一点都不飘，频率还有意识更不是虚幻的想象。当我们真实的去看见那些我们习以为常的法律制度或者是金钱，其实都是权力结构去投射出来的集体幻象时，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突然意识到，真正需要被翻转的从来就不是外在的体制，因为物质世界只是能量还有振动的结果，我们内在的意识状态才是真正的创造来源。当外在的权力结构开始动摇，墙上的影子开始混乱的时候，那正是我们练习收回焦点的时刻。我们内在的良善、无条件的爱，还有源源不绝的创造力，才是我们身为人类最珍贵，而且是最真实可以用来创造现实的能力。所以当我们面临未来的动荡时，我们不需要感到很无力，因为当我们不会再随着外在的幻象起舞，学会如何在自己的内在稳稳定平时，我们就是自己生命里本自具足的显化者。如果今天的影片为你带来了深层的启发还有感受，欢迎你在留言区跟我们分享。我也诚挚的邀请你按下喜欢、订阅，还有开启小铃铛，连结更多的灵魂家人，一起对齐创造新地球的频率当中。那我是朵娜，我们下一支影片见，拜拜。